第101章硫酸象。离那只大鸟还有500米时，罗蒙立刻打开通讯器镜片上的自动瞄准辅助，举起麻醉枪扣下扳机，空气中白光一闪。王占刚张嘴想阻止，那只鸟已经直直从树枝上掉了下来。罗蒙兴奋极了，觉得这个自动瞄准系统简直神奇，隔着这么远，一枪就搞定。可他还没来得及合上嘴巴，下方的丛林里忽然伸出一张大嘴，张开足有6米，一口将那只鸟吞了下去，随即缩回了树丛。罗蒙的笑容僵住，心情瞬间从兴奋跌落。这是他第一次开枪，而且还是外星武器，只顾着激动，却忘了猎物掉下去该怎么办。猎物在天上，他们也在天上，可一旦坠地，还得下去捡。而那片茂密丛林里，隐藏着未知的猛兽，谁敢贸然进入？虽然他们穿着软盔甲，开着飞行器，理论上不会有危险，可毕竟是第一次来，又从未见过这些怪物，心里的恐惧很正常。我刚想提醒你别开枪呢，那鸟一中枪就会掉下去，下面什么都有可能，你倒是快得很。王占的声音从通讯器里传来，我太高兴了，忘了。呵呵，不过不打，它也会飞走的嘛。罗蒙有点不好意思，却还是嘴硬，可就算抓到了，结果也被下面那怪物吞了。怎么办？刘亚薇皱眉，声音里带着无奈。王占提议，还是等安大哥吧，跟着他安全点也许能下去，不必担心你们随意下去不会有危险。我马上到。安晨宇的声音传来，既然晨宇哥都说了，怕什么？走，下去。刘亚薇毫不犹豫，第一个驾驶飞行器下降，苏悠然紧跟其后，其余4人也陆续跟上，他们只是心里发怵，并没有真正打算退缩。很快，几人降落到丛林深处，果然，那个吞掉猎物的怪物正站在前方，他的皮肤像大象，却比大象庞大数倍，脑袋上只有一只独眼，鼻子里喷着雾气，嘴巴大得惊人，他生着6条粗壮的腿，胸前还伸出2只长爪，没有尾巴，正冷冷盯着他们。那目光让众人心里发毛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长得这么古怪。有人低声嘀咕，他们调出危险等级检测，结果居然只是1级，不会是机器坏了吧？这么大的怪物才1级，几人面面相觑，心里发虚。就在此时，怪物一步步逼近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团团绿色液体猛然喷射而出，速度极快。刘亚薇和苏悠然离得最近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溅到，其余4人及时操纵飞行器避开，可液体在靠近时，被自动激活的能量防护罩挡住，滑落到地面。众人看到护罩生效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快看！刘亚薇指向下方，所有人顺着看去，那些绿色液体落到植物和小树上，瞬间将其无声腐蚀殆尽，仿佛被强硝酸泼洒，触之即化。什么怪物，还会喷硫酸？苏悠然气得不行，抬手就是几枪麻醉弹。怪物体型庞大，根本不用瞄准，几枪下去便轰然倒地，震得大地颤抖。苏悠然仍觉不解气，又抽出能量光束枪，对着那颗硕大的独眼脑袋一顿狂轰，高温光束瞬间将其蒸发殆尽，脑袋只剩1/4残渣。这种恶心的东西肯定不能吃，走吧，去找别的猎物。刘亚薇看着那具庞大的尸体，果断说道，我查了资料库，没有这种动物的记录。罗蒙补充，可能是近几万年才出现的新物种，或者某种杂交体，看起来有点像7象奶哺鹿，只是大了许多。7象奶哺鹿，你确定？那玩意儿跟牛差不多大，这家伙可是几10倍啊，名字还绕嘴。罗浩天满脸怀疑，再说7象奶哺鹿的肉很好吃，说不定这是变异种，我只是说类似嘛，没说就是它。要不要割块肉尝尝？罗蒙试探着看大家，可众人纷纷摇头，谁也不想吃能喷硫酸的怪物肉，要是真寒酸，牙齿都得化掉。算了，我们去找别的。资料里提到过一种像鹿的动物，说是味道很好，这些怪物的名字翻译太别扭，以后得重新命名。刘亚薇总结，对，要不然我非疯掉不可。罗浩天连连点头，那这个怪物就叫硫酸象吧。苏悠然突然冒出一句，几人脸色齐齐发黑。硫酸象，这也算名字？悠然，起名字还是交给动物学家吧，我们赶紧去找猎物，到现在还一无所获。罗蒙无奈的吐槽。第102章大龙虾，对，还是先找吃的要紧，跑了1个多小时了，我都饿了。苏悠然说完，便驾驶着飞行器往前飞去。这里到处是树林和各种奇怪的植物，
还潜伏着危险的动物，所以飞行速度并不快。其余5人很快也越过了硫酸象的尸体，追着苏悠然前行。陈宇哥，你怎么才到啊？苏悠然看见前方不远处，安晨宇正停在空中等他们。急什么？才来了1个多小时，慢慢逛，这里大得很。安晨宇笑着回答，是很大，可是根本没什么好吃的，全是些怪物。刘亚薇忍不住抱怨，别急捕猎，慢慢来。资料里不是说捕猎区有几百万种动物吗？总会找到好东西的，放心吧，走去前面看看。安晨宇在前面带路。鱼，这里真的有鱼！苏悠然忽然激动地喊道。众人低头一看，他们已飞到了一片巨大的湖泊上，湖面绵延数千米，宽有数百米。他话音刚落，一条大鱼猛然从水里窜出，径直撞向苏悠然的飞行器，幸好有防护罩，鱼砰的一下撞上去后又跌回水中。那是鱼吗？我怎么看到它还有爪子？刘亚薇惊讶。应该是吧，可能进化出了点差异，或者是某种变异品种，你去查查资料库就知道了。有人答道。废话，资料库里的东西多得数不清，我们才看了极小一部分，要是全部看完，估计得几年不吃不喝才行。还好，遇到不认识的东西可以直接分级检索，不然光背下来就能把大脑撑爆。当然，除了陈宇哥，他可不是普通人，他已经把主控电脑里天狼星座留下的资料，还有这几万年电脑积累的全部资料，都存到自己的能量数据库里了。罗蒙一边调阅资料，一边解释。几秒钟后，他开口，查到了，资料里有，不过和刚才看到的有点不同，也许是几万年间稍微进化了，可以吃。那我去捉一条来，这鱼不小啊，至少有40-50斤。苏悠然说着，掏出背包里的水下呼吸设备，正要带上，安晨宇却阻止道，不用带那个，飞行器自带水隔离功能。他们之前虽然简单翻过飞行器的资料，但数据太多，并未细看，此刻才知道飞行器还能自动隔水。苏悠然立刻把设备收起，直接驾驶飞行器冲进湖中。王战和刘亚薇也跟了进去。过了一会儿，苏悠然第一个钻出水面，手里还多了一根金属叉，看样子是从飞行器里取出的。叉子上插着一只巨大的水生物，外形酷似龙虾，却足有1米长。大龙虾，呵呵，今天有口福了，湖里有大群。苏悠然兴奋地大喊，手里的大龙虾还挥舞着4只巨大的钳子。王战和刘亚薇随后也上来了，手里各插着一只同样的怪虾。这是龙虾，龙虾哪有这么大，还长了4只钳子？罗蒙质疑，就是龙虾，只不过大了点。苏悠然十分肯定，随即问，陈宇哥，这东西放哪？安晨宇微微一笑，操控飞行器。只见飞行器的底盘突然下降半米，前移5米后自动展开，原本2米宽4米长的底盘瞬间延展了1倍，边缘的金属板升起眨眼间，一个长10米、宽5米的银白色集装箱成型，只是没有顶盖，看样子就是专门存放猎物的箱子。苏悠然飞过去，把大龙虾丢进去，又补了一枪麻醉弹，那只大虾才彻底不动。王战和刘亚薇也照做，把猎物扔进箱里。其实你们不用亲自下水，飞行器里有专门捕猎的机器人。安晨宇一边说，一边打开飞行器右侧的舱盖，3个半尺高的金属圆球滚了出来，悬浮在空中。随着机械伸展，它们变成半米多高的小型机器人，手里还握着迷你枪械。3秒钟后，机器人潜入湖里，又迅速返回，每个手中都提着一只已经麻醉的大龙虾。飞到猎物箱旁投进去，再乖乖回到安晨宇身边。看见没？只要把猎物的资料输入，他们就能自动捕捉。这些机器人能连续工作80个小时。安晨宇解释。可我们根本不知道水里有什么呀。刘亚薇还是有些疑惑。很简单，你们只需进入水中观察，他们能把实时影像传回，你们用思维下命令即可。这些机器人能捕捉绝大多数动物。安晨宇耐心补充。可自己捉才有意思。苏悠然说完，又一头扎进湖里。没多久，他就插了30多只大龙虾和20多条形态各异的鱼。悠然，你捉这么多，怎么吃得完？罗蒙忍不住劝道。我们还得去捉别的呢，要是换做以前，这点还不够我一个人吃呢。苏悠然不以为意。那是因为你们体内能量还充足，等消耗掉之后，你们又会变得能吃。安晨宇笑着解释。那我们去捉点兔子、野鸡之类的吧，罗浩天提出建议。好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烤着吃，这主意不错。刘亚薇眼睛一亮，
已经开始畅想着丰盛的烧烤晚餐了。第103章捕猎区的草原，几人飞过湖面，身后跟着3个小机器人和一个猎物箱。陈宇哥，这些机器人和猎物箱靠什么能量飞行？为什么不用加能源？罗蒙有些不解。安晨宇笑了笑，解释道，他们的能源系统和你们地球人完全不同，更加高级。这些机械核心部位可以储存数小时的能量，同时还带有能量接收器，飞行、运动、作业所需的能量都能实时传输。就像你们的汽车需要加油，而这些机械却不需要。只要基地还有能量源，它们就能一直运行。机器人在飞行器10公里范围内都能接受能量传输，每隔80小时再回来做一次检测，避免意外。猎物箱也一样，不过只有带特殊程序的机械才需要定期检测。因为猎物箱已放出，安晨宇的飞行器看上去比平常小了些。他边飞边详细讲解能量系统。能量实时传输，就像互联网传输信息一样吗？罗蒙愈发惊讶，没错，就是同样的原理。整个基地中已经布设了无数能量传输线路，这是5级文明以后的能量使用规则，而且这个基地的很多部分并不是天狼星座的人建立的，而是更高层次的文明留下的。安晨宇说着，指向下方，几人立刻打开通讯器镜片上的实时影像功能，不仅能听到安晨宇的讲解，还能在半透明镜片中看到3维虚拟影像，并不影响他们继续观察外界。这样的科技应用，简直让他们叹为观止。下方展现出一片辽阔的草原，终于不再是虫子的世界。一群群动物在草原上奔跑，有似牛的庞然大物，也有像羊的小兽，甚至还有类似兔子的敏捷生物。这些动物好温顺。难道捕猎区也分区域？几人心里不约而同升起疑问，立刻查阅资料库。有的区域充斥凶猛生物，有的则饲养温顺动物。很快，他们得到答案，捕猎区确实划分了不同区域，还有混合区域，每个区域都有编号，可以查询大部分动物的属性。看来这里是安全的。几人心安，降落到草地上。这是进入捕猎区以来，他们第一次真正用脚踩到土地，心里踏实得很。站在草地上，几个人都有些恍惚，这真的是地球，是地底基地，还是另一个空间？眼前的景象和普通草原并无二致，而这一路的经历却如梦似幻。他们干脆躺在草地上，贪婪地享受久违的自然气息。泥土与青草带来的舒适感让他们几乎忘记身在异境，躺着晒太阳真舒服。刘亚薇闭眼感叹，是啊，草地柔软，阳光温暖，另一人附和。然而罗蒙一句话打破了美好气氛，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几天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吧。王战淡然道，今天就在这里烧烤吧，我已经饿了。罗浩天更关注现实，好啊，那边有条河，我去抓些兔子和羚羊，就暂时这么叫吧，虽然有点不像。苏悠然一咕噜爬起来，驾着飞行器飞去，其余人依旧赖在草地上，懒得动弹。安晨宇甚至闭着眼睛，仿佛要睡过去。还是要动一动才有活力，我也去吧。王战终于起身，跟着飞走。虽然生命在于运动，但我还是想先睡会儿。刘亚薇笑着闭眼，很快迷糊过去，其余几人也不再说话，渐渐睡去。反正他们穿着软盔甲，不必担心安全，更何况安晨宇这个怪物就在身边。半个小时后，苏悠然像一阵风似的冲了回来，还没到就兴奋的大喊，快看，我抓到了什么！他驾着飞行器掠过来，把一只大鸟摔在地上。这是翼龙，怎么这么小？罗蒙睁开眼坐起，惊讶地盯着那只生物。除了安晨宇，其他人也纷纷醒来，神情古怪地看着地上不能动弹的翼龙。罗蒙更是走上前，伸手摸了摸它的翅膀，呵呵，我刚才看到它正抓着一只红兔子，我一枪就把它打下来了。苏悠然兴奋地炫耀。至于那只兔子，虽然颜色奇怪，但他觉得像，就干脆这么叫了。我还是查一下这是什么吧，简直和电视上的翼龙一模一样。罗蒙说着，开启通讯器进行检索。1分钟后，他睁开眼睛，显然已经找到相关资料。其余几人也几乎同时结束了查询。这只翼龙不但勾起了苏悠然的兴趣，也点燃了大家的好奇。毕竟恐龙一类的生物在人类历史上只存在于化石和书籍中。第104章烧烤聚会，如今竟然亲眼见到，他们当然要弄个明白。居然不是地球上的动物，竟然和翼龙一模一样，只是小了很多。悠然，你抓它干嘛？这种鸟没什么功，鸡性也不好吃。罗蒙好奇地问，难道你们不觉得
把它带出去放到动物园会轰动世界吗？哈哈，苏悠然笑得得意，但显然只是开玩笑。众人听完全都无语，毕竟这个基地里的任何东西拿到地球都能引起轰动。苏悠然不过是图个新鲜，他们自然心知肚明。算了，一会儿就把它放了吧。来来来，我们开烧烤聚会，我抓了不少能吃的好东西。苏悠然兴奋地招呼大家。始终是白天，但晚会的说法还是保留了下来。安晨宇依旧躺在那里没有动，其他人则忙碌起来，用飞行器运来许多树枝，又从设备里取出一种外星调料，像油一样可以涂抹在肉上。过了一阵，王战和罗浩天也从河边回来，带回了不少猎物，还有许多大龙虾和鱼类。半个小时后，一切准备妥当，他们的第一次烧烤聚会正式开始。连安晨宇也起身加入。晨宇哥抓的东西太多了，吃不完怎么办？刘亚薇一边大口吃肉，一边含糊地问。这些肉口感异常鲜嫩，虽然他们烤的不算专业，但也能吃出不同寻常的风味。对他们来说，重要的不是味道，而是这种亲手捕猎、亲手烤肉的体验。谁让你们抓这么多，冷冻起来就不好吃了。虽然有真空保存设备能让食物保持原样，不受空气腐蚀，可我们从来不用那玩意儿储存食物。你们总不会想把猎物都塞进去吧？安晨宇一边咀嚼一块肉，一边看着他们。当然要保存啊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捕猎，留着下次还能吃，不然以后还得重新来抓，多麻烦。苏悠然很肯定的回答，你们可以让机器人来抓，干嘛非要自己去？安晨宇反问，自己亲自来才有意思吗？西西怎么？难道那设备很复杂？苏悠然歪着脑袋有些不解，不是复杂，而是那设备一般用于特殊地方，很耗能。你们不会真想用在食物上吧？安晨宇含蓄地说，不会是用在医院那种地方？刘亚薇忽然想通，故意用了个委婉的词，众人一听，瞬间明白过来。即使他没把尸体存放处说出口，大家也反应过来了。吃东西时联想到那个地方，多少有点恶心。苏悠然立刻不吭声了，只顾埋头大吃，心里却嘀咕，实在不行我就偷偷动起来。这么多龙虾，总得想办法吃完。他正啃着一只烤熟的大龙虾，鲜嫩的肉让他欲罢不能。事实上，几个人心里都有同样的小算盘。烧烤聚会最终在满地的龙虾壳中结束。自从他们的食量恢复到普通人水准后，还没吃得这么过瘾过。这一顿让他们意犹未尽。那种外星文明留下的油料调味更是神奇，不仅让肉变得滑嫩，还带出许多陌生却美味的风味。几人吃饱喝足，带着几百斤猎物，心满意足地回到城市。狩猎行动算是圆满完成。进入城市后，安晨宇带他们去了设备管理处，领到许多能源接收器。有了这些装置，他们终于能使用冷冻设备、微波设备、烘烤设备等现代化器材。苏悠然果然把大龙虾统统冻了起来，每顿都要吃。他明显爱上了这种日子。大家各自挑选了一座高楼作为别墅，还可以随意更改内部设计，新奇又有趣。他们每天花大量时间翻阅资料，理解各种材料与设备的使用方法，看得头都大了。但若不学习，就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硬着头皮逼自己学。时间就这样过去，1个月眨眼而逝。安晨宇终于把众人召集起来，这个基地的资料和数据你们根本看不完，只要学会使用通讯器，查资料就很快。我们在这里已经1个月，时间不多了，接下来要出去了，回国准备移民的事情。1个小时后出发，坐基地的飞行器回去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已经巡视完12个主城市的分区储备站，结果让他有些失望，只剩下几艘中小型陆地飞行器和几百吨质量一般的合成金属。对于他来说，这点材料连造一艘小型星际飞船都不够。但幸好他还有其他计划，否则都要愁哭了。众人散去，收拾1个小时后重新集合，气氛已经不似之前的轻松。他们都清楚，从这一刻开始，忙碌的生活将正式开始。兴奋、紧张、迷茫、责任，各种情绪交织在心头。唯独苏悠然依旧笑嘻嘻的想着好玩的事情，仿佛完全没有负担。第105章卫星都挂了。安晨宇带着6个人乘坐漂浮器，来到分区的材料储备站。这里只剩下30艘适合近的飞行的中型飞行器，每艘最多能搭载1万人，你们每个人开1台，我们就用这个回去。安晨宇边说边走进大门。晨宇哥，天上还有卫星，如果被发现怎么办？刘亚薇有些担心，毕竟现在还没有公开移民计划。放心吧，等飞行器启动，
所有卫星都会被主控电脑清理掉，一个不留。另外，我已经把你们通讯器的频率录入主控电脑，并同步发射。从现在起，这个通讯器不仅能在基地内部使用，在整个地球大气层范围内都能实现实时通话。以后没有特别需要，别摘下来。安晨宇的声音从通讯器里传来，几人立刻跟了进去。他们这半个月已学习了不少基础知识，对这种陆地飞行器有了大致了解。他们可以通过思维控制，还内置初级人工智能，操纵起来十分方便。飞行器长500米，高30米，分层结构，配有简单武器系统，速度极快，远不是地球飞机可比。10分钟后，7艘中型飞行器从储备站缓缓升起，悬浮在空中。现在去飞行器传送站把隐形装置打开，顺便查阅资料，学习进出传送站的方法，今后会经常用到。安晨宇下令，众人看到领头的一艘向右飞去，立刻跟随。飞行器速度极快，仅几分钟，他们就抵达一片巨大的广场，规模以公里计算。广场空无一物，安晨宇的飞船已停在正中，一动不动。他没有操作，而是让他们自己动手，毕竟以后必须熟练掌握。很快，广场上空浮现出一个赤白色的巨大能量圆盘，直径约1公里，内部闪烁着无数光球。传送通道开启，安晨宇第一个驾驶飞行器进入，其余几艘也依次跟随。数秒后，能量通道关闭，广场恢复原貌，城市再次静得出奇，仿佛一座死城。报告首长，军事卫星全部失去信号。赵主席本来正担心那几个人为何迟迟未归，忽听到这个噩耗，心中一沉，刚端起的茶杯重重放下，神色愈发凝重，立刻查，通知所有部门全面排查，确认民用卫星是否也失效，发警报，全军进入1级战备。他连下数道命令，声音冷厉，通信兵立刻奔出。怎么回事？军事卫星全都报废了，太严重了，难道是他们动的手脚？除了他们，我想不到第二个可能。赵主席心情沉重，如果不是他们，那就更麻烦。这种情况极易引发大规模战争。来人，他喝道，勤务兵立即进来，开启1级通讯，把所有将军召集到基地。赵主席再次下令，不到20分钟，10几位将军已聚集到会议室，个个满头大汗。现在全球的卫星全部失去信号，我估计别的国家情况一样，如果因此引起误会，导致战争，那就严重了。你们有什么意见？赵主席看着众人，直截了当的发问。首长不用担心，我们有靠山，怕什么？我敢断定，这是刘先生的手笔，能影响全球卫星的人，除了他，没有第二个。宋将军抢先发话，刘将军也附和，我赞同宋将军的看法，他们早已形成了某种默契，意见一致。另一位将军却提醒道，虽然极有可能是刘先生所为，但我们仍要做好准备，一旦不是，他至少还能占据先机。对，多手准备总是好的。又有将军点头很快，众人纷纷表示赞同。会议继续进行，讨论着后续对策。全球卫星通讯系统的瘫痪已造成巨大影响，卫星电话失效，电视转播中断，天气预报停摆，各国高层全都在紧急开会，同时进入1级战备，却又谁都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谨慎观望。一些关系较好的国家开始私下沟通，商定若有意外可互为盟友。全球紧张的气氛弥漫开来，这种破坏卫星系统的行为，不像是地球科技能做到的，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外星文明的介入，虽然也存在宇宙现象的可能，但概率极低。各国高层都在等待结果，却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中国。原因很简单，几个月前，中国某网站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反引力应用与实现的论文，各国高层心知肚明，并且都已根据那篇论文研发出了成品，只是大家默契的保持沉默，从未公开过。既然中国首先公开了研究成果，而且论文是用汉字写的，外界普遍推测中国早已掌握相关技术，甚至可能接触了外星文明。如今再次出现这种异常事件，第一个怀疑的对象自然就是中国。然而，几个小时过去，中国依旧没有任何声明，与其他国家一样保持沉默，局势因此变得愈发微妙。第106章养龙虾事正事。报告首长，我们收到一个视频请求，是安先生发送的，请求直接与您对话。赵主席正与10几位将军商议对策，勤务兵急匆匆闯进来，脸色慌张，因为全国所有电脑系统几乎都已瘫痪。他以为又出大事，快接进来。赵主席没有怪罪，而是立刻下令，
视频画面闪烁，安晨宇的身影出现。他语气平静地说，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基地广场上，等我。半小时后我会到达，把那里戒严。有些事情暂时不适合公开。话音一落，画面消失。赵主席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快，把广场周围10公里全面戒严，调动附近部队，不许任何人靠近，1级警戒。命令下达后，会议室的气氛立刻放松下来。刘将军忍不住笑道，看来果然是刘先生的杰作，这下可以放心了。其他人也纷纷笑了。赵主席脸上的紧绷也缓解了，他长舒一口气，笑声中带着几分期待。走，我们去迎接，看看安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。10几分钟后，他们已站在广场上，目光紧紧盯着天空。大家心知肚明，若能干扰全球卫星信号，必然会有非同寻常的东西到来。果然，空中忽然出现一道波纹，一个不足3米长的微型飞行器缓缓降落，紧接着第2架、第3架，直到第7架依次显现。那正是安晨宇和6名年轻人，他们乘坐微型飞行器降落，而中型陆地飞行器则隐匿在空中，肉眼和雷达都无法捕捉。若非如此，这里毕竟是首都禁飞区，早就会被导弹锁定。将军们目光闪烁，他们出发时背着行囊乘坐普通飞机，如今回来却是空手而归，却带回了外星飞行器。这说明了什么？无需多言，大家心里明白，脸上的笑意也越发明显。几人刚刚落地，还未等主要人物发话，苏悠然便从飞行器上一跃而下，兴冲冲跑向宋将军。外公，你是来接我的吧？等会儿进基地，我请你吃大龙虾。他依旧惦记着龙虾，按照规矩，他身为大校军官，在公众场合应称呼首长而不是外公，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，但他才不管这些，别人也只当没听见。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苏悠然是个危险人物，少沾为妙。你就知道吃，别闹，先说正事。宋将军拉了他一把。正事，好吧，你们先说你们的正事，我再说我的正事。苏悠然嘻嘻一笑，话锋一转，哦，然然也有正事，那不妨先说说。赵主席笑着调侃，他清楚安晨宇一向纵容苏悠然，于是干脆顺水推舟。苏悠然毫不客气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小的设备，轻轻一按，空中立刻浮现出一个巨大的3维影像，一只1米多长，长着4只巨钳的大龙虾，这是我研究的成果。他指着虚拟影像，得意洋洋。我认为这种大龙虾完全可以人工养殖，我还写了养殖计划。看，话音未落，空中又浮现出一篇虚拟文稿，悬停在龙虾旁边，清晰可见，在场20多人，除了安晨宇，脸色几乎都黑了。10几位将军盯着那设备，心情复杂，那分明是外星科技，能将3维影像投射得如此逼真，本该是战略级工具。苏悠然却用来研究养龙虾。宋将军脸皮直抽，咬牙问，这就是你的正事？对啊，苏悠然一本正经，如果以后基地人口太多，龙虾很快会被吃光，我都计算过了。晨宇哥，我的养殖计划怎么样？安晨宇轻笑，不错，不过应该放进海里养殖，这样才能繁衍更多。我也想过，等回去就修改他们的基因，应该能成功。苏悠然兴奋的回应。赵主席终于忍不住，赶紧打断，安先生，里面请我们进去说正事。安晨宇点头，率先走向停在一旁的红旗车。刘亚威、罗浩天等人默默跟随，王战则走向宋将军，身后传来苏悠然不满的声音，外公，你抢我的相机干嘛？我就带了一个，上面还有我的研究资料呢。众人全都装聋作哑，只在心里暗叹，也就宋将军敢直接抢他的东西。什么研究资料？胡闹，这个必须上交。宋将军板着脸，强行把3维摄录设备夺了过去。第107章，还是先听坏消息。哎呀，外公，设备库里还有几万个呢，你要的话去拿就是。把这个还给我，上面全是我的相片。苏悠然不依不饶，几万个，你确定？宋将军愣了，其他人也竖起耳朵。当然了，这就是普通的3维相机嘛，快还我，到了基地你再去拿新的。苏悠然撅着嘴，他倒不是小气，只是那里面保存了这半个月的珍贵影像，不想白白交出去。宋将军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还给了他，他怕他继续闹下去。嘻嘻，外公，你想要相机就找王战要，他兜里肯定也有。苏悠然坏笑着出主意。宋将军立刻转向王战，王战尴尬的挠头，首长，
我的相机里也有很多私人资料，等回基地我一定拿几个空的给您宋将军点点头，不再逼迫，他也觉得自己刚才有些操之过急。众人陆续上车，刘亚威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一模一样的3维相机，递给刘将军，爷爷，我给你留了一个。刘将军顿时笑逐颜开，哈哈大笑，还是雅梦想着爷爷，心里更是暗暗比较，想到宋老头那位外孙女，不禁笑得更开心了。刘亚威也凑上来，从怀里拿出一个盒子递过去。刘将军打开一看，竟是一套基地通讯器啊！这不是基地通讯器吗？你连这个也弄到手了？刘雅梦惊呼。刘亚威笑盈盈道：反正迟早会分到，我就先给爷爷准备一个。将军们顿时明白了这东西的重要性，脸上露出艳羡之色。刘将军更是喜不自禁，把通讯器收进口袋，心里直乐。很快，他们进入会议室，20多人齐聚一堂。6个年轻人如今已经算是核心成员，甚至可能成为未来接班人。众人纷纷落座，唯有苏悠然从口袋里掏出折叠眼镜和手柄戴好后，便沉迷进去，显然又在玩虚拟星空游戏。宋将军气得只想把他手里东西全都没收，但还是忍住了。会议室里逐渐安静下来，大家都把目光投向安晨宇和赵主席，等待他们开口。苏悠然则被彻底忽略。安晨宇端起茶杯，缓缓开口，这次回来，我带了2个消息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们想先听哪个？话音落下，众人心头一紧，经历过上次的他们，都清楚这好坏消息的分量。赵主席沉吟片刻，缓缓说道，我还是先听坏消息吧。安晨宇点头，坏消息是，我去了材料储备库，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，也就是说，你们离开地球的希望破灭了。会议室里一瞬间死一般的寂静，众人心头一沉。原本他们还怀着一丝幻想，如今最后的希望也被击碎，走不出地球，就意味着终有一日人类会被困死在这颗星球上。这个消息沉重的让人透不过气，许多人脸色发白，却没有人开口要死，大家一起死，怕什么？可这种无力感却比死亡本身更让人绝望。5分钟过去，空气中弥漫着压抑，没有人说话，只有安晨宇在慢慢的喝茶，仿佛刚才说的事情与他无关。终于，他轻轻放下茶杯，开口道，好消息呢，虽然人类暂时走不出地球，但短时间内也不会有事。众人猛地抬头，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地球人暂时躲避。安晨宇语气依旧平淡，但每一个字都让人心脏砰砰直跳，所以走出地球仍然有希望。第108章恐怖的移民数据。众人一听安晨宇的话，心里顿时又燃起了希望，至少短时间内没有灭顶之灾，这就意味着未来还有机会，只要有希望，他们就不会放弃。人类的文明从原始走到今天，历经无数艰辛，哪怕只剩下一丝机会，也要坚持下去。每个人眼中再次闪烁出奋斗的火焰。安晨宇放下茶杯，环顾四周，缓缓开口，下面我来说说这次的详细情况。他声音平稳，却字字如雷。这次去天狼星做文明遗留的基地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发现，只是找到了一个能容身的地方，却没有任何可以航行太空的飞船。而人类文明真正消失的倒计时只剩6年。他停了一下，继续道，你们必须肩负起拯救人类文明的责任。在这6年里，要把地球上60多亿人口全部转移到那个外星基地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屏息。那个基地位于地下8000米，能源系统极其复杂，你们学不会也不用操心，我会负责。基地内的空气循环、水循环、废物处理等核心系统都已完备，你们可以不用分心研究，但你们必须解决如何把人类带进去，安置他们，并且维持秩序，不至于造成大规模恐慌。安晨宇的目光缓缓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接着道，这是全人类的任务，你们可以与其他国家合作，也可以单独承担。如果单独完成，未来中国将在新世界占据主导地位。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，并非没有可能。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然后吐出一组令人头皮发麻的数据，距离2012年只剩6年，按6年算，就是2200天左右。为方便计算，我们算2000天，60亿人口，2000天，也就是说你们每天必须运送300万人进入基地，而且要坚持6年不间断。众人呼吸急促，脸色渐渐惨白。中型陆地飞行器基地里只有30艘，
每艘能装载10000人。安晨宇继续道，也就是说，每艘飞行器每天至少要往返10次，才能勉强完成。而且这还不是单纯搬运人口，你们还要安抚人心，组织人员携带必需品，调配安置，运送粮食与物资。基地只有土地和高科技种植方式，却没有现成粮食，这些全靠你们来保障。说到这里，他放下茶杯，语气依旧轻描淡写，这是第一点，你们好好考虑一下。会议室里，除了正在喝茶的安晨宇，以及一旁戴着游戏眼镜的苏悠然，所有人都大汗淋漓，背脊发凉。每天运送300万人，粮食、医疗、住宿、安置全都要考虑，这是怎样的天文数字？光是想一想，脑袋都要炸开。他们已完全无法想象该如何实施。安晨宇却不管他们的表情，继续说道，第二点，基地面积约1200万平方公里，分成12个区域，每个区域容纳不到6亿人，文明系统极其完善，还能扩建基础设施，所以居住不是问题。水源我会解决，但粮食供应仍旧要靠你们。除此之外，基地需要大量科学家、研究人员，军队先行入驻，建立秩序，等你们安排妥当，我还要去调查地球其他地方，看是否还有遗留的基地，并且搞清楚6年后到底会发生什么，能不能阻止。到时就让悠然和雅薇陪我去，其余的人留下来负责移民管理。晨宇哥，这次去哪玩？安晨宇话音刚落，苏悠然就摘下游戏眼镜，两眼放光的问。全场一片死寂，除了安晨宇，所有人心里同时哀嚎。这是人类生死攸关的大事，他居然还想着玩，这丫头到底是不是地球人？宋将军脸色涨红，差点一口气没缓过来，他心里暗骂，这丫头真要留在身边，迟早把自己气死。可转念一想，也许正因他这样，反倒能让自己活得更久。而苏悠然心里的想法完全不同，这么庞大的人类迁移工程自然由大人们去管，他才20岁，正是该完了的年纪，怎么可能背负这些枯燥的事物？一旦陷进去，别说完，怕是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。他才不傻。这次嘛，我们去南美洲，顺便再看看南极和北极。安晨宇仿佛没觉得问题，淡淡回答。众人脸色更古怪了，他们越来越嫉妒苏悠然，无论他说什么荒唐话，安晨宇都不会责怪。宋将军心里暗喜，有安晨宇这座靠山，自己的地位更稳固了。刘将军心里也一样，想到自己的孙女也在队伍里，两位老狐狸相视一笑，心照不宣。罗蒙也很想跟去，但想到眼前移民任务之重，终究还是决定留下。他无法像苏悠然那样置身事外，只能以大局为重。机会以后还有不及这一时。好啊好啊，我最喜欢企鹅和北极熊了，到时候都捉几只带进基地养起来。苏悠然欢呼着，兴奋的差点蹦起来。可当外公的脑袋猛地转过来时，他立刻心虚，把眼镜重新戴上，又若无其事的继续玩游戏。宋将军看得直咬牙，差点气得吐血。第109章诞生了6名上将。现在事情太复杂了，不可能一细说，那样太浪费时。见安晨宇话音一落，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盒子，取出一枚精致的通讯器，轻轻戴在耳边。左眼前随即浮现出一片半透明的镜片，光芒闪烁。这是基地通讯器，在整个基地的120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，乃至地球上的任何角落，都可以实现实时通讯。基地里这种通讯器大约有2800个。以后你们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随时通过它联系我。说完，他也没摘下来，就这样戴着，显得有些突兀，却没人敢说什么。在场的几个将军互相对视了一眼，眼神里满是羡慕与深意。刘将军的嘴角更是难掩笑意，2000多个通讯器，分到每个城市不过区区几百个，而他早就提前拿到手一个，这显然是孙女的功劳。比那个只会胡闹的苏悠然强多了。宋将军见状，心里顿时不是滋味，又狠狠瞪了苏悠然一眼。偏偏这丫头正戴着游戏眼镜专心打游戏，根本没看到，若不是场合不合适，他真想冲上去揍他一顿。我留给你们的头盔，现在改造多少人了？安晨宇忽然问。那是他临行前留下的一件核能改造设备，能强化人体。赵主席连忙回答，我们把里面的问题解决之后，已经不间断的使用，现在一共改造了700多人，都在基地里，再有几天就能把第一批1000人改造完成。安晨宇点点头，可以了，边做事边说话吧，时间不多，我先把你们的权限加入主控电脑，
你们现在就在这里开个小会，决定是联合其他国家一起进行这次移民计划，还是中国单独承担，如果能独自完成最好，那样未来中国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。说完，他走到几位将军身旁，抬手在他们的额前轻轻一晃，仿佛注入了某种权限，然后转身离开。等他一走，会议室里顿时响起了议论声。虽然这是关乎全人类的大事，但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由中国独自掌控大局，顶多允许别的国家象征性的派些人参与管理，爱来不来无所谓，反正任务艰巨到几乎不可能完成，如果别人不来，反倒更合他们心意，最终全体一致通过，由中国主导这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计划。接着就是刘亚威6个人的身份问题，他们此前军衔不过大校，如今既然成了关键人物，必须有足够的身份与权威。经过商议，决定6人全部破格晋升为上将，这几乎是开国以来最快的一次军衔跃升。但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一切以大局为重。当6人换上上将军装的那一刻，会议室的气氛为之一振，挺拔的军装让他们的气质陡然一变，仿佛真正成了统御千军的大将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，每个人都昂首挺胸。不过也有一个例外，没错，就是苏悠然，他满脸不耐，穿上军装也只是象征性的装饰，对他而言，这不过是一层表皮。他随手拨了拨衣领，眼神全无严肃，怎么看都不像个将军。几人随后又从口袋里取出基地通讯器，佩戴在头上。刘亚威亲自教刘将军如何操作，而刘将军脸上满是自豪。苏悠然刚拿出一个盒子，宋将军眼疾手快，一把抢过去。苏悠然撇了撇嘴，什么都没说，反正里面没照片，随他去吧，大不了回基地再拿一个。王占也把自己的通讯器交给了赵主席，并细心教他如何使用。等所有准备就绪，安晨宇重新走了进来，把基地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带上，召集所有能找到的专家学者，让他们先进驻，解决粮食与生产问题，同时把那些改造好的士兵一并带走，再调6万名军人，先分散驻入12个城市。熟悉情况，我会把飞行器停在大广场上空，人一到齐，我们就出发。至于这个地下基地，放弃吧，能带的东西全带走，以后这里再也没用了。说完，他当先离开，众人迅速跟上。的确，这个基地位于地下，出入麻烦，浪费时间，而外面的世界此刻正因卫星全部失效而陷入一片混乱，中国却已经提前进入实质性的行动阶段。赵主席的命令接连发出，全国上下立刻动员，设备、资料、物资统统往广场集中。外面的军车源源不断驶来，地下基地纷纷放弃武器、弹药，大批舍弃，只留下必要的调配。各地的军官们接到命令时全都一头雾水，这是要干什么？集中物资，放弃地下基地，难道要逃难？逃去哪？难不成是逃到外星球？虽然谁都想不明白，但军令如山，一道道命令仍旧以最快速度贯彻下去。第110章12生肖组成。各大城市的电视台、广播站、报纸同时发布了一条惊人的通告：全民征兵，只要是18到25岁之间身体健康的青年，一律征收。消息一出，不仅中国上下哗然，整个世界也都震动了。虽然卫星全都瘫痪，但海底光缆、地面电缆等通讯设施依旧运转。于是这条消息在第一时间便传遍了全球，世界各国立刻陷入混乱。中国这是要干什么？打仗吗？可就算打仗，也不需要这么多人吧？现在早已是机械化战争的时代，一个导弹就能毁掉几十万大军，征那么多兵有何意义？外交使团接二连三赶到北京，试图打探消息，但中国方面却集体晋升，不再接待任何外交事务，甚至很快就放出一条声明，自此以后，中国将暂停一切对外外交活动，并在近期向全世界发布一份统一通告。消息一出，全世界高层再度陷入死寂，所有人都明白，这次的卫星事件恐怕与中国的这一反常举动息息相关，但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能在瞬间让全球数百颗卫星集体瘫痪的力量，已远远超出了人类现有科技的范畴。谁若此时贸然行动，极可能成为国家历史上的千古罪人。于是，各国都屏息观望，暗暗戒备。时间很快过去了几个小时，已是半夜。
大量士兵仍在源源不断赶来物资，装备一批又一批，搬上陆地飞行器。飞行器装满一架，就立刻启程，7个人，每人负责一艘飞行器。赵主席与几名核心将领坐上安晨宇的飞行器，率先起飞，刘将军则随刘亚威同乘一艘。宋将军一路死死把苏悠然拽在身边，生怕他半路又跑掉。苏悠然却耸耸肩，光棍的笑道：外公，你都把基地通讯器抢走了，我还能往哪跑？没有通讯器，我根本打不开传送通道，回不了基地。宋将军听后这才放下心来，一路上苏悠然还叽叽喳喳，手把手教他如何操作通讯器，如何驾驶飞行器，甚至连开启沙漠地下传送通道的步骤都耐心讲解。宋将军虽气他胡闹，却不得不承认，这丫头还真派得上用场。当他们抵达外星基地时，安晨宇、赵主席与刘将军早已聚在一起，商讨科学家和士兵的安置问题。苏悠然一到就甩手，溜没影了，宋将军也只能无奈放任。首要事务是通讯器的分发，每位将军各得1枚。但等清点完，刘亚威忽然皱眉问：晨宇哥，怎么少了30个？放心，可能是悠然拿去玩了，不必在意。安晨宇淡淡回应，将军们听得差点气得吐血。30个，那可是全人类最宝贵的战略资源啊！他们一个个眼神复杂地盯着宋将军。宋将军的脸色黑得像锅底，他不过是抢了苏悠然一个通讯器，谁知丫头回到基地就顺手牵羊拿走了30个。而苏悠然本人心安理得得很，他觉得自己家人也得用吧，朋友也能分几个吧，多拿些留作备用也没错，真出事了，反正有晨宇哥顶着，这种逻辑让人无语至极。接下来便是最重要的人员分配。基地共有12座主城，14名将军除去宋、刘2位特殊身份的，余下12人正好各驻守一座主城，担任主管将军，而另外的5个名额则交给了罗蒙、罗浩天、刘亚威、刘亚梦、王战5人。至于剩下6座主城，则由此前在上海陪着苏悠然的6个年轻人担任。他们本是高层子弟，经过改造，如今也被火速提升为少将，与苏悠然相熟，沟通便利，于是顺理成章进入了管理序列。如此，12座主城的主管分配完毕，唯独没有人提到苏悠然。在场的人心照不宣的把他过滤掉了，他这种性格，要是真交给他一座城，恐怕全基地都要被折腾翻天。最终决定，刘亚威要随安晨宇外出办事，他原本负责的那座主城，改由宋、刘2位老将军亲自接管，而12座主城则以12生肖命名，鼠城、牛城、虎城，每城设2位主管将军，再向下逐级分配。会议整整开了10个小时，许多将军年过60，连赵主席都66岁了，早已疲惫不堪，撑到最后才想起吃饭。悠然，做些龙虾，我们去你别墅吃。安晨宇通过通讯器吩咐。好啊，我正吃呢，你们快来，我再做几10只。苏悠然嘴里塞满龙虾肉，含糊应道。安晨宇微微一笑，带头驾着飞行器离开，其余20多人也纷纷跟随。当众人抵达苏悠然的别墅时，第一次来基地的将军们，包括赵主席在内，全都愣住了。眼前那栋建筑足足60多层，高近200米，巍然耸立，这整栋楼都是悠然的别墅。宋将军瞠目结舌，忍不住问王战，其他人也满心疑惑，却都不好意思开口。